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跑到第一名的热门题目哈，就是脱单。今天的题目是你即将脱离单身哈，非常简洁的题目。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我很喜欢这3张牌的一个语境啊哈，都有一种放飞自然哦，跟放飞自我的感觉，然后用水的能量来去覆盖全身，大自然的能量来包覆全身的一个概念哈。虽然在乍看的情况下，这3张牌会有一点点的阴沉哈，偏阴暗，但是我却看到了它某种浮现正能量的一种契机跟力道哈，所以供你们做选择。好，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先从第1号牌开始哈，这是你们选的牌卡哈。好，来。然后，那我们一样哈，我们都一样，先从这个大趋势的能量哈。那因为今天的题目是脱单的，我觉得一样，我这一次我来找最近的能量哈，最靠近的，已经逐步接近的能量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趋势。来，我先看一下这个。好，这里，来，哦，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哈，但是这一张比较符合时间到了，该出现了，该出现了，所以它应该差不多要出现在你附近了哈。这个能量，它的角度还在东张西望了哈，那角度还在东张西望，但是它跟你认识的人哈，才刚开始认识，不知道是工作还是朋友这方面的啦。它也有一个讯号是跟你的生活环境蛮接近，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它在东张西望啊，哈，到处在找路的过程中，你在附近的对接，正准备去你熟悉的地方，而他是在寻找中。所以以一种电影的场景来说，你们还蛮像，他差不多进入了你的生活圈里面，可能是住家，可能是朋友圈，这个等一下再看哈。呃，他有一个远道而来的讯息，他有一个转换，反正他有一个从另外一个城市来到这个城市，换一个方向，但这里不太确定是因为换了工作还是换了居所了哈。反正你们中间的能量差不多已经要到差不多的一个泡泡里面了，同一个泡泡里面，然后这里是这个，来，我再看一下哈。他的能量跟他的意志上面是有被一个好的约定、跟好的条件、好的指引，所以有一个部分有点像是他为了工作而转换他的居所跟生活圈，这个概念有，因为他是受到了一个正能量的约定，而要去那里存在，要去那里生活，要去那里活动，这样。所以目前看起来，他因为工作，然后换到跟你比较近的生活圈的这个概念蛮接近的，但是他这一个生活圈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他到了这个公司上班之后，他常常会在那个区域出现了，然后你可能是在那里生活的人了，所以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时间表的重叠啦，譬如说吃早餐的时间、吃午餐的时间啊，下班买东西的时间会差不多会在同一个区域里面范围里面晃了哈。我要讲的是这个啦，因为我在捕捉它那一个东西哈。那你们有差不多在同一个附近的空间，你们共享差不多的意识啦，所以我才会说那个生活圈很接近哈，因为你们所接受到的视觉上的、听觉上的东西很类似，所以我才说你们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朋友圈还是工作圈的这个。可是以这张牌来说，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被一份工作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场地所被动的推挤到那里，就是说他可能应征到一个工作，可是那个工作告诉他说，可能他到这个城市去上班，虽然他可能要通勤，可能要通个30-40分钟这样子，可是他会常常出现在这里，但他不是住在这里哈，所以我才一直提示说，他是一个生活圈的范围里，你跟他一起这样哈。那些我们再慢慢看后面就知道了，看讯息给的足不足够了哈。
哦，现在确实是某一个决定的交换点哦，然后已经决定好了，已经是审慎的决定好了之后，然后进来了。然后以他的路程来说，哈，他刚摆脱他旧的东西，然后进到一个新的，现在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冒险、新的情感的收集。为什么说情感收集？他就像他认识新的朋友啦，所以他确实是换了一个环境哈。那是不是工作环境这边？只有这个暗示，没有这个趋势。我有被暗示说应该是那样子，可是没有那个趋势，是他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说是工作上的，要等下一组牌翻出来才知道哈。然后他现在的人是偏向于比较谨慎哈，各方面都比较保守，也就是说他可能不会拼命的去认识人，或是对爱情的渴望可能也没那么高，因为他现在正在适应某一个需要很理智、很专心的一个新环境里哈，他必须表现他的好的那一面给所有人看，然后他也必须要安顿他现在所在的那个场合，所以这边的情况都出来了哈。那他跟你的见面前面还要再走一点点的路哈，然后见到之后，你们后面会有一些培养出一个好的关系，或是进到恋爱关系，这个他需要走一段路径。现在他比较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就是了。可是好消息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来到你的生活圈附近了哈。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下一组牌，大家来看看说，他进入到了你的生活圈的哪一个部分到哪一个范围？好，那我觉得这组给这样的讯息就差不多了哈。一个小小的缺失就是你跟他的连接现在是非常弱的哦，也就是说，因为有些陌生人的能量连接，就是说，如果在附近嘛，或者一些重复出现，两个人能量连接就会非常紧密跟很多。那很多跟很紧密的时候会什么？你会很在意这个路人在你附近的出现，那个连接就很多，好坏都会同时出现哈。那这一个就是你们两个就算出现在附近，在等同一个红绿灯，可是你们不太意识到彼此在旁边了。现在这个连接还很弱。好，来，我们来往下面看。来，一样哈，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心境是哪两个状况的。好，这里哈，这个下面这张，这里。好，来，这是你们两个心境的遇见哈，一样哦，重复说，你先看这是一天里面的哪一个时间，再来一年四季里面哪一个季节，再来就是地球五大洲的哪一周哈，会奔赴不一样的地貌的样子哈。你感受一下你们心境的遇见，然后哪里的不同哈，还有一些距离感，你感受一下就好了。好，让你们有一些图像方面的一个思考哦。好，再来，好，这里你们的遇见，我觉得很冷啊，很冷，很冷哈，这个蛮像的。然后还需要一点时间才会被挖掘，我觉得。差不多这张已经是完全浮现在我脑海里面哈。我觉得你们的距离跟遥望差不多是这个感觉，还很遥远，但是已经来到了差不多的一个彼岸的端点了，然后但是真的还需要一些时间。No， 来，至于那个时间的定义跟什么，从下一组牌来看好，然后会比较清楚。来，我们从这里看哈。先看一下你们遇见了没？人际关系圈的现在的一个分布状况是什么？这里，遇见了吗？哈，一个范围哈。好。好，先这些哈，我看一下。你们中间会有一个牵线的人哈，然后这个人应该是你认识很久的人，但是目前我看到可能是那一个人的贵人，可是他们还没有连接起来。你们哈现在已经在那一个要前往爱情的路径上面了哈，附近的爱的能量还蛮够的，可是现在起雾了啦哈，就是
用起雾的说法比较让你能够理解啦，就是你们现在非常靠得很近，可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形象跟吸引力跟能量的连接。刚刚讲的，让你们注意到彼此的存在，可是你们确实已经在附近游移了哈，游荡了。每次你们两个很靠近的时候，附近的能量都算是不错哈。但是确实那一条另外一个故事先让你们连接的那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同时出现在两个之间。而且那一个人跟你认识很久，那你们最近也没有所联络哈。那一个人也要他必须要从比较远的地方再回来到这个范围里面了。那以现在来说，能量看的方向，你们两个走的方向，你们两个生活的节奏跟时间表现是非常靠近的。而且你们应该会在朋友的聚会里面被介绍而认识哈。那整个篇章跟整个能量的走向，应该已经要进下一章了，下一章就是怎么遇见，怎么这样子，所以他会是，我觉得这边有很明确的方式，是一个朋友的介绍哦，他有可能是巧遇，朋友的巧遇，因为你们中间的没有事件的连接，可是有人的连接，所以有可能是在哪里巧遇了，然后就一起聊天坐着这样子，它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哈，可能就是你跟你的老朋友很久没见，然后遇到，然后在咖啡厅吃饭聊天什么的，就这一个人来了，然后他跟你这个老朋友是最近才认识的，所以你们就坐下来一起聊天这样。他可能在等人，他可能是路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能量的连接就会让他坐下来，让他们一起这样聊天哈，因为这张牌的能量很强，它从地面到更加灵魂的一个深度的这个路径，它这张牌很强。它在你们两个出现在彼此面前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时间的凝聚，所以他会坐下来，他不会只是打个招呼就走了哈。主要还是因为这里跟这里，你们两个的能量走的方向都是雷同的。我先不说它是往爱情的方向走，它是往雷同的方向走。所以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能量上会让你们走在同一条路径上，会上来同一台车，因为都要同一个方向，然后就到上同一台车就好，不需要分头去做。这样子，只是以现阶段来讲，你们两个能量现在中间还是有一道墙在禁锢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他人去把这个东西串联起来。那你说时间短吗？远吗？我觉得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哈，因为他这个人跟你的这个老朋友的这个故事线才刚开始，他们还没有很熟悉，还没有到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点，这样。那必须要那一个你要遇见的人，他必须有一些事情需要帮忙，然后遇到一个贵人，可能也是工作上的贵人，因为贵人牌非常重要，这边贵人牌哈，它在一个非常高度的随机的位置哈，所以它必须要一个承先启后，要一个事件发生之后，这个贵人才会浮现出来。它不会因为没有任何事件，然后就浮现在那一个人面前，成为一个贵人这样。可能他这边有，他这边暗示是这样。那一个要跟你遇见的人哈，新恋人带你脱单的那个人哈，他还要现在在新的环境里面适应的时候，要遇到一些困难，然后那些困难他到无法解决的时候，这个中间搭桥的人才会出来哈。那整个事情的发展是比较缓的啦，这里是比较缓的，这里是比较缓的，都有一个拖慢的状态，所以它不会近期发生这一次的遇见，要再等一下哈。好，的确哈，你们即便在路口遇到，也是不会遇到的。好，来。你们这一次这个两个灵魂的遇见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小生活感的相遇啦，所以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不会有那种一见钟情或是灵魂内心交谈什么非常爆破那种炙热的爱情没有，你们是一点一，你们会发现说你们非常适合从朋友慢慢变成好朋友，然后走到爱情，这样每个小生活一点的，然后进展到那边，甚至有可能你们两个不小心就在一起了，旁边人都还没有察觉，因为你们两个的那种恋爱感跟表现出来是情侣的感觉的外放的讯号是非常淡的，这也同理，你们从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从非常淡的关系慢慢走到那里的，它不是一个极端的澎湃的或能量很强的。好，看一下这里。现在你们附近还是有非常就隐形的墙挡住哈，它确实要有一些新的通路，中间通路的能量非常强，就靠他人创造那个通路就好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哈，他跟你几乎是完全不一样世界的人哦，他来自不一样的家庭，来自不一样的教养，来自不一样的童年生活，来自不一样的学校，甚至他学的那个工作的技术跟你也完全不一样，但是你们一相处起来的时候，你们会在初期就发现你们的不一样，而且还有发现你们的不合。可是它会变，它很快就被调和起来，你们两个会反而转换成一种
越是不合越好奇，越是好奇越多问题，越多问题越是想在一起聊天，越就想要走在一起。你们会对这种不一样产生很强烈的吸引力，而且是越来越强，然后会建构在你们两个喜欢常常约在一起小生活，来一起去哪里逛逛逛这样。突然间你们就很喜欢彼此的很不一样。你们在交朋友或是在认识的时候，就不太会守着原本的那个规则，是我要找一个很熟悉的、很契合的人。没有，这一次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吸引力，让你们两个突然间要练习，或是学习，或是经验，跟一个自己想法、观念、价值观各方面想法都不太一样的人，你们连对话的模组都不太一样，而且还会有一种它不会到达摩擦啦，可是常常有很多的问号啦哈。然后主要是因为你们内在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被建立在对于这个人的好奇跟不一样，被转换成一种太特别，变成很特别，放不下也摆脱不了，然后就这样子互克住了哈。所以主要是真的是因为太不一样了，所以眼睛为之一亮，然后彼此都有，彼此都有哈。好，好了，我觉得会让你们这么不一样还走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在某种对于爱的需求的能量，你们可能要在后面才会发现说，其实你们还是有共同点，而且那个共同点可能是对于爱的释放、爱的使用、爱的渴求这个点会比较相像，它就会超越了你们原本来自于完全不同的家庭、教养、学校、学习这些附加的能力跟模式，可是你们本质上所渴望的爱的、爱情的，或是家人的爱的、友情的爱的、对世界的爱的，这个爱的东西就趋向于很雷同、很接近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遇见啦哈，但是要发掘到那一层，还需要蛮多的小生活的相处哈。这里有很多的小生活的相处，一啊、二啊，慢慢的就会走到了哈。好，好，回到整个核心，就是那一个帮你们搭桥的人需要出现了哈，他最好赶快出现，把你们两个带进去。我看一下别的。哦，你们这一次的认识跟结合，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感哦。你们之前都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么深刻的一种宁静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反而就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的互相的吸引力啦，就是自在，那个自在感，那一个自在感反而比较像是建立你们两个对彼此好奇心的一种核心力量。也因为这一份自在，才让你们觉得说，好像对彼此提出很多问题，即便都不一样哈，或是会有一点勇于去挖掘你们两个的适合度或是共通点哦。主要是因为没有压力，那一在一起之后就很无压了。这边说的哈，那这边说了一个比较尖锐的，他说这两个人的不同是一种极致的结合啦，哈，就是好像练成了很多东西之后，终于练成了那一个极致的结合，终于找到了相处的方法，所以他这边也是在暗示说你们有多不一样啊，比这里所说的不一样再更深入。那你会担心说，那这么不一样，一开始相处的时候会不会卡卡的，很难相处什么的？会卡卡的，会有要找路，但是不会很难相处，但是不会不愉快。好，来，我们来看别的。好，看看这三个恶魔牌有什么对于你们的这一段有什么想法跟意见哈。通常我翻恶魔牌都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啦。可是这组牌蛮顺的哈，你们只要遇见之后就会很顺的。可是我想要看看恶魔牌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负面的用语，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讯息出现。没有就没有哈，我来看一下。好，有一些有一些蛮有趣的。
好，这边说后，你们初期为了好奇对方，想跟彼此多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将就对方，有点讨好对方，有一点想要装熟。主要是你们对彼此的很不一样，都有一点很强的吸引力嘛，不想要你们两个都会啦哈，所以两个人会主动的去跟对方变得比较要好。那这边说当你们相处时间越多之后，那个浪漫的能量就一直在往上升，一直在蓄积，在往上升。这边有说有，只是这张牌说的是说你们会共享很多情感，会共享很多收获，然后你们的相处一直达在一种很和谐、很平衡的状态，没有谁强，没有谁弱。所以这边在说，你们其实的很不同，并不会带来争吵跟纷争，或是意见相左这样，因为你们之间有更大的力量，是对彼此的好奇心跟很想。我讲一个很白话，就是你们两个都很想看看，如果你们对彼此越来越熟的时候，会发展出什么样子的局面啦？会在一起吗？会变得更好吗？或什么？反正你们对彼此是感觉到非常有趣的啦，跟这个相处是非常有趣的，变化性很高。好，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前面做朋友的时间可能会拉得比较长一点哈。好，再看一下别。等一下那就这2张。好 ，so far so source，最近那个贵人就要出现了。好，这边说最近那个贵人的大概45天内吗？我算一下那个时间吧。45天左右吧。好，讲的这么仔细，但是他就这么写，那我就这样跟你说哈。那个贵人大概要出现在那个人面前了，可是他带那个人出现在你面前是另外一个时间点哈。然后大概要到冬天比更冷的位置的时候，不是说你们两个才会相遇，而是说你跟这一个人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升华，所以也代表说，这中间这个时段你们应该已经认识了。好，你们应该已经认识了。好，而且再到冬天比较中间的时候，你们对彼此的认识会到一个升华嘛？而且你们两个好像还会觉得彼此的关系已经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但它不一定是变成恋爱关系哦，它可能是朋友、好朋友来变成知心好友，反正大家在心底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那它着重在于你们之前的相处有很多小东西、小生活的约定啊，去逛啊什么的，去哪里旅行什么这种，来连接出你们两个在心中的某种等级跟地位。然后，所以到了那一个冬天之后，到了下一个冬天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全新关系的升级。当然，它很有可能就会进入到试着交往关系，也有可能啦。因为它的升华的级数还蛮高的，上升的级数还蛮高的，不是一般的只是朋友变好而已哈。好，我问你一下，他跟你的现况哈。你们现在这个状况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分散，会有一点分散哈。你们之间近期最好的接近的能量现在落掉了哈，所以在掉落下来，所以近期你们会离得比较远一点，近期会离得比较远一点。但是对你们来讲没有任何影响哈，这只是一个能量的移开。因为你们本来就还不认识，远近对你们来讲没有差异啦。但是现况来说是这样。好，来我再看一下。这个是去好。
这里出现了他的讯息，就是他进到这个新环境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危机、挑战、辛苦。那大概那个时候，那个贵人就差不多要出来了哈。可是这一个点，我们刚刚已经在别的位置就看到了，所以他这边只是在重复说。来，我来抽一张，我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讯息了。嗯，哦，如果以时序来说，他的贵人会在事情发生前，就他遇到的危机前，他就已经认识了，所以他的难题跟挑战出现的时候，那个贵人就已经在那边可以立即帮他忙了。那我们刚刚说这个贵人出现之后，你们才有机会被这个贵人介绍，然后或是某种偶遇巧遇让连接嘛。所以这贵人出现的时机跟出手的时机还蛮像你们遇见的一个起点。那这边给的时间显示，大概就45天到60天之内会有这一个事件的起点开始，所以大概在那之后，你们就会有比较有机会会遇见。好，时间上的讯息就是这些，你大概体会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张动物灵啊，给你现在生活的一个提示哈。那一张。第一，最近你工作，你啦哈，你最近你的工作的生产力跟效率都不错哈，多做一些，可以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哈，会得到更多的赞赏跟奖励跟回馈哈，好的回馈。再来就是，如果你最近有在准备什么东西，是要去准备考试啊，要去准备升学，要去升等升级这种，准备一个对自己自我提升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有了，没有就没有。如果你有的话，这边说你得到的结果会比你预想中的再更多哈。所以这2张牌其实是搭的啦。所以就对于你现在工作上的一些东西，可能再加把劲，你会得到更多就对了。好，那就这样哈。这今天这组牌哈，这组牌时间序讲的还蛮清晰的啦哈，它有一个流程啦，所以它的那一个帮助他在新环境里面的那一个贵人出现之后，大概你们这个遇见的路就稳了哈。再来就要依赖一些随机性了，反正你们的生活空间跟生活方法本来就很近了哈，只是没有你们2个直接接近的能量，它必须有一个人做搭桥和连接哈。那我们就再期待一下。好，那就这样哈，1号牌的朋友，那乐观的期待吧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2号牌的朋友来。好，那今天一样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将要脱离单身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抓最近的能量哈。这一组我们来抓很近的能量。来，先把这里打乱哈。好。这边有一个掉了，这个，好，我们先看这张。哦，它有一个圆，准备即将遇到有付出、有收获、正正能量的交换。我想一下哈，因为我要抓出它的距离哈。他这个人。有点类似你以前就认识的人的一个回归，可是这个人目前是被处在遗忘的状态，就是你想不起来他是谁，你们甚至有可能都不记得彼此以前遇过，但彼此绕了很远的路，然后再次在遇见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你们以前好像有共同的朋友，共同一起去哪里，可是都没有记起来哈，好像是非常短暂的或什么的，后来才会被唤醒。那
那一次的时间点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本来就没有要促成什么，而是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彼此的改变，不说成长了，可这边还是要说这里在说成长，可是我觉得我要排斥这个以成长来预见，我觉得不是这个能量，我觉得是这才是对的时间，这一次的预见才是对的时间，所以等一下翻下一组牌的时候，可能你们还没有遇见，因为这一个所谓的在遇见是个朦胧的状态，它不是一个清晰的状态。好，来，我们把其他翻一下。哦，好，你们已经在差不多的泡泡里区域块泡泡里，但这里没有说是不是朋友圈的或什么，可是已经差不多的泡泡区域块，然后之间能量连接，你们在差不多的泡泡里面，差不多的环境里，可是在不同的点里面驻扎，然后中间有一些虚无的能量、空间的能量正在做连接，还在做调和，正在把你们慢慢的拉近。那你们现在所享受的太阳时间点不太一样，它可能在表示说你们的时间、生活的时段、生活作息的时段现在还没有在一起，所以有点错过，重叠性比较小。因为我觉得这边在分散，然后你们现在还蛮专注自己的，先不讲你们讲他现在还蛮专注自己的，所以他现在对爱情的感染力还要再等一下。他现在心里没有对爱情的渴望所以他很难感受到附近谁的吸引力、你的吸引力或者你们能量的互相吸引。这样，他现在有点在专注在自己的。那时间上来说，他有一个经验的时间过程，要把它经验完之后，你们之间应该会有因为朋友有共同的朋友，朋友之间的联系会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社交、介绍朋友、大家一起认识的一个场合里面会遇到。那你们彼此去挖掘彼此，用一种陌生的角度、探索的角度是找不到彼此的，因为没有正能量，正能量被削弱、被抓住、抵消了。这组讯号比较窄，也比较小。总结来说，就是你们现在靠得蛮近的，但是时间不一样，不一样。吃早餐的时间不一样，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出去玩的时间不一样，休息的时间不一样，运动时间没有搭在一起，所以你们在生活的随机性上是不太会遇到彼此的，而且他一直有处在一种错开的状况那他必须要等到你们两个的心情都处在一种休息状态、休假状态的时候，比较好的爱的能量才会慢慢的流露出来到附近、到朋友圈、到生活里这样，然后才会有一些新的邀约，大家一起去哪里什么的才会比更多。那这你跟他的连接就会靠着跟朋友的出去见识新的事件，去遇到新的事件的时候，它会在某一个很完善的时间点会出现，因为这里还蛮依赖你们的相遇，还蛮依赖释放能量的完善。它不是需要水能量特别强或火能量特别强的时候依赖，它这里还蛮依赖，整个都是非常完善的。在很远的宇宙角度来说，期待的是一种稳定的能量的相遇所以你们近期应该还要再等一下才会遇到，因为你们近期专注于自己能量的平衡，跟现在你所重视的事情比较重要，爱情会随之而来，不会是最近因为你们最近的一种理智能量偏高有一种想要控制局面的能量也偏高所以但是这个能量偏高都不走到爱情，它都比较走到处理现在的事情，生活上的、现实上的生活里的很多这些事情。好，所以要再等一下一个小缺点，如果你们遇到的时候，你们其实在彼此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想象，
不是看不到未来，而是对彼此没有很强的未来的想象，这是初步的一个奇妙的状况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一组很淡，讯息很淡，你们相遇的时候讯息也非常淡哈，而且很有可能你们初次遇见的时候对彼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还蛮依赖某种特别的感受出现的时候才有新的连接。好，那给你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心境的结合哈，大概是这个跟这个。好。这是你们两个心境的结合哈，你注意一下它的一天的时间，然后还有它是什么季节，还有它在5大洲里面是哪一个区块哈，这就是你们两个心境的距离啊跟遇见哈，让你图像感受一下。好，来门的我今天就先不打开哈，我先等一下再看看我要不要打开，先把这些讯息翻完。来，我们来看比较现实面的讯息哈。你们遇见了吗？这个很重要，每次翻开的时候就大概翻3章，大概就知道你们的距离现况来说哈。所以，好奇一下。有的时候翻到第2组牌，我第1组牌的内容已经完全忘记了。现在就是哈。好，没关系。来，没，好，还没。所以我说你们现在正在处理自己的事情嘛，这里也是啊。现在你们的专注度都在自己的事情上面，然后对爱情的渴望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强哦。或是有一些事情现在会让你不专心去期待爱情哈。爱情这件事情本来就不需要期待的啦，可是现在就是说，他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即便在你附近的时候，你没有对到人看到你，可是感觉也都不强烈。这就是现在我说你们没办法专注在爱情这上面讲哈。有一些特别的讯息有出来，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这里说，其实你们有时常重叠在某一个时间里面，然后每一次重叠在某一个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可能有常去同一家店或什么的时候，你们附近的水能量就暴增。其实，在那个时间，任何时间里是你们都可以认识的。所以这边说你们都可以认识的一个角度，蛮像是说，你们内在能量还蛮契合的。你们内在能量还蛮契合的哈，你们每次靠近的时候，水能量都爆发，好像对于内心啊很多的闲聊，讲内心的东西的时候的交流、共感、共识能力很强，所以而且其实这边也有说，其实你们的外在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吸引力的，可是很奇妙的是，你们常常在非常接近的时候，都不容易发现彼此就在旁边。你们反而会极端的把附近的所有人都当成是一个绝对的陌生人，不会往下看进去。那从这里都说，你们附近的各种随机的时间，非常多的时间，早中晚很多的时间，都有一个重复性，曾经出现过，你们很靠近过。所以刚刚前面说你们在同一个泡泡里面，在不同的时间点，确实是有发生哈，因为太随机了，你们的时间表没有重叠，所以它很少会在同一个时间点、同一个空间里面让你们重复碰到没有。它现在是零散的这样，水能量是乱洒的，它很像是随便乱下的雨，随便乱下的雨在你们附近。那这组牌很乱。风在乱吹，雨在乱下，两个人行走的足迹也是很乱的，动线都不太一样。你们很像，如果把你们的两个能量形容成无头苍蝇的话，还蛮像的。两个无头苍蝇在互相乱飞乱撞，撞到了也不知道是彼此啦。所以目前我很难看出来你们的遇见的时间点是什么，还有遇见的事件是什么。这边反而只看得出来，其实当你们意识到彼此在附近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吸引力，会明确的出现，而且会有一种很强的在意，
会随之而来。但是这里真的没有让我看到怎么遇见，在哪遇见这个讯息哦。我再仔细翻一下，都是一些能量的诉说。工作的讯号也没有哦。共通朋友吗？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这边又有一些能量在告诉我说，你们已经在往快遇到的时间里面冲刺了哦。这一组牌很特别，一直都有一些破洞，好像要知道什么时候就破洞。这组一直都没有告诉我到底你们怎么相遇，怎么遇见哈。如果我要非常挑三拣四的把最小的几率找出来的话，这里有说，其实你们有共同认识的人有，但是这个共同认识的人跟你们彼此也都不那么熟，是个非常薄弱的共同认识哈。而且这边还说，在你们现在两个人的视野上是看相反的，所以整个牌有在说，其实你们现在即便很近，有在奔向对方的眼前出现，可是你们现在看的方向都完全不同。那这边这组牌有一个很特别的是火能量很强，火能量很强，也就是说，有一些旁边的人一直把你们推啦，水能量、火能量都把你们推到彼此面前，可是就看不到，就看不到。水火能量现在都在你附近，都看不到。看来这一组又是需要我们之前说的非常仰赖随机、连续巧合，非常大的巧合。可是巧合的位置又说看不到，不知道在哪什么的，他就否定掉了这一组的相遇是要巧合。这组对我来说蛮神秘的哦。让你们这么靠近了，却完全没有方针，没有方向。那我直接翻一些比较深的东西好了。哦，这里说，好，有好的局面要出现了，有好的方向，好的山头，好的旗帜，好的奇迹要出现了。只是它的前进速度没那么慢，没那么快，它很像是山上的小火车，没办法开很快，慢慢的开这样。但是有在往好的位置出现了，所以如果这组牌我问他的是说，这组牌的遇见需要很需要巧合巧遇嘛？所以他给这个答案，表示说有，应该是有那一个巧遇的事件要出现了哈，已经慢慢的往那个发生的事件那边走去了。好，这是这一题唯一的解放。好，我再问一下。我问的是说，这一组只能依赖这个很大的巧合遇见嘛？他给我的是说，你慢慢的就知道了，太空泛了。我也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没有落地的答案哦。不过这一题确实2号牌，确实是我最近翻起来是断点断的最明确的一个。我们通常在翻都要翻出到底你们怎么认识他，大概一个情境的模拟出来这样。可是这一组即便连续巧合让你们巧遇的这个能量点都没有很明确的出现，所以它处在一个超级神秘的状态。那我还是可以翻啦，我要翻出更多线索。可是有的时候翻出更多线索，它只是在佐证这一个论点而已来，
哦，这里也是哈，还要在这里也这么说，还要再进行一阵子，而且比我以为的再慢一点哈。好，来，我们换别的角度去看，看一下你的灵魂的角度哈。你们两个这一次的相遇，灵魂的位置是两个其实没有那么必要遇见的两个灵魂，因为你们在你们的自己的象限世界跟家族所遇到的人的范围里面是就已经很好了，所以灵魂上是没有特别的任务跟寻找彼此，或是一定要遇见。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没有一个趋向性的答案，两张都没有哈。哇，这一组我应该等一下把它整个拍下来哦。这一组是我觉得最算很虚无的一组。我要怎么说？它火能量很强，可是它没有集中到某一个方向。它感觉好像一台火车有给一个推力，可是它那个火能量却分散在火车的头尾，没有说那台火车要往什么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风能量一直在你们两个很靠近的时候，把你们两个人的眼睛蒙上。它一直在你们非常靠近的时候才起雾。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些能量好像都在阻拦你们两个相遇，可是你们两个每次很接近的时候，旁边的水能量又爆发，好像就是在告诉我说，这两个人非常适合认识，非常适合恋爱，非常适合在一起的好能量都出现。再来，这里的火能量还告诉了我说，你们两个是走在要相遇的那一个方向，而且是同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是对齐的。可是整个看下来却是虚无的，这边看这边看这边看，所谓的虚无状态就是就这样。他话只讲到这里，都讲很空泛的，没有讲到说要靠谁遇见啊，有没有什么路径遇见啊，是朋友同事的关系啊，出去玩遇见啊，这能量都很弱。然后最特别的是，就是我针对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最稀罕的那一件事，就是要靠一个非常巧合。所谓的巧合，就是说可能陌生人跟陌生人的遇见啦，哈，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嘛，就可能去咖啡厅，你刚好离座的时候，结果你忘了东西在那里哦，结果那个人看到了，你要遇见那个，他就拿去追上你，跟你说，哎，你的东西掉了，你们会有这样子遇见，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一种神秘的巧合，绝对的巧合。在这一组，他也说，就像我们最近常说，不好说，也没给答案。所以这一组处在一个很缥缈、很神秘的状态。好啦，我们可以当做这一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遇见了，但我还可以我再翻翻看哈。我们先来用炼金的角度来定义一下这个状况，好吗？我用3张牌来做一个整合，看它有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定义，定义这个是什么状况。我已经大概知道了。来，再一张。好，如果它讯息都一直重复往同一个方向，那就表示答案就是这样了哈。来，这是好，我想一下，哦，好，我大概知道了。这边说哈，你们现在靠很近，看不到彼此。他现在把它定义成只是一个短暂的挫折啦，它不会一直持续很长啦，它只是现在是这样。然后后面2张牌，说你们之间的能量在相遇之前，必须要回归到最 pure、最完善、最纯洁的那个状态。所以他在暗示说，你们现在看不到彼此，是因为你们附近有一些比较差的能量在打扰、在阻碍，所以要先等他们散去，这样，那旅程才会重新开始。就这样，他给的讯息是这样，所以你们的相遇似乎是有被设定好可是就是不是现在。那他告诉你的理由就是现在还不对，时间还不对，靠得再近都没有用。所以前面才有很多的讯息，就是说，再等看看，再看看，不好说，现在没办法给你答案这样子。所以他应该就是说，我们以一种比较有趣的拟人的角度，就是说，可能正负能量现在在打仗了。还在整理中，但是似乎是会被整理完，但是时间要多长，现在还没办法给出一个一定的答案哈。好，所以先等待，好，只是告诉你等待的理由是什么这样。
那至少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他现在非常靠近了哈，就等这个讨人厌的博物散去之后再说。来，等一下再问恶魔，先看一下乌鸦有没有讯息。乌鸦翻一张就好了。很少要翻到这么多牌啦，但是既然这样翻一下，我看到就知道了，一样了哈，一样了，还在找路，还在探路哈，还在整理中，还在解答中哈，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来，好看恶魔哈，恶魔有的时候，恶魔牌有的时候会给一个。因为恶魔牌的讯息很多都是处于一种不耐烦的，就是比较像是在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不接受？他就是会把事情说破的一种概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张、3张，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话呢。好，再一张。哦。特别，来我看一下。好，要什么？这里说，我整理一下，这里说，有在往前中，有在往前面中，然后有偷偷说，这里有偷偷说，你们应该会在人群里面相遇，然后应该是去找朋友的路上，或是共同的朋友的路上，他这边有一个拥抱人群群体的一个概念，所以应该是去参加朋友间的活动。所以这边有偷偷一丝的一个讯号，有可能其实你们中间有共同的朋友，然后那一个可能是目前可以看到最细的，最不明确的讯号有在准备出现中。好，这是我目前能找到你们遇见的一个最微小的讯号。这张牌说不要急躁，你跟他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平静。但这个又是空泛的说法，所以我就念给你听就好了，说给你听就好。好，来天使牌，天使牌给2张看就好了。这边一张一直在冲哦。你们在1个月内，应该在生活中会有最接近的一次，而且会不断重复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点的附近。它只有这个讯息。1个月后，它可能在暗示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生活上需要一直重复去某个地方了，然后那一个重复的点是你们2个很接近的位置。我得到的讯息是这样。那会不会认识没有说，这边只暗示你们会有一个很接近的状态里。那我还有别的问题可以问他。你们之前我觉得这讯息没有很明确。我说这里我得到的讯号好像是说你们之前有对话过，可是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是以一种绝对的陌生人的状态，有可能是以那个状态对话过。这边有说你们有能量的交集波动过，这里之前大概2个月左右的能量左右。好了，我们把2个月去掉，反正就是之前有过，很近的之前有过，但是没有连接到。好啦，这一组讯息全部都是断的，那只好等待某些奇妙的方式出现。
对于刚刚这一个哈，我要问一个问题好了。我问他说，刚刚这里说的哈，譬如说，不是譬如说啦，这里不是说大概2个月之后，或是1个月之后，你们应该会在某一个重复的地方出现。简单来说，就是可能你们会跟朋友常常约在某一个咖啡店，然后可能有一些别的特别的事情，这是一个比例。反正他就是在讲说，某一个时间点，你们可能会密集的要一直重复去某个地方，可能工作上的也是哦。我问他说，这个密集重复出现的位置，如果你们2个常常都要去那里，先不管时间，那你们会在那一个位置空间上认识跟遇见吗？他这边答案是说有影响，但是不是那一个时间点认识。所以他在说的是，你们2个可能因为某件事情常常去那里，所以会认识别的人，会创造别的世界，可能有把你们的人际关系跟路径有拉近了。然后拉近之后，影响了后面的相见。这边说的是这样，因为这边说会相见，但不是那一个时候，是后面。他说的是后面，而且是正能量慢慢的走到的那一个相见的位置，这样。所以这边只是挖出来说，这一个常常需要一直去某个地方，可能是工作上的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可能跟朋友吧，是对后来你们的相遇是有蛮重要的缩短距离的影响。好吧，今天这一图就这样啊。那你就整合一下大概的状况了哈。我觉得我比较支持这里说的，这里说现在你们附近有比较不适合见面的坏能量在中间。那这个坏能量可能是有关于一些心情上、心境上，可能现在就算遇到的时候，你们也很难进入比较友好的关系，或是比较难感受到彼此的内在跟心意。对彼此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对彼此可能没有什么魅力。就如果是现在遇到的话，就是能量现在好像没有连接的很好，所以不适合现在遇到，而且也没有搭桥的，所以很自然而然就是现在就是没有要遇见这样。所以我们发的很多牌都说再等等看，再看后面。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坦白说，就是他们也看不到，可能现在的事情比较重要，先把这一段事情都处理完了，再看看后面是什么。在我的说法，可能就是这个雾起的有点大了，好，或是可能今天翻不到，可能要过几天再翻同一个题目，或是我自己在问这个题目，说才可能看得到整个迹象。现在这个情况是翻不到的。好，所以2号牌大概就这样哈。那只有一些有用的线索，那我们就先把它留着。来，那我们离开它，我们来看一下动物灵卡，来帮你看一下你现在生活的状况哈。这个2张，这个我就简单说就好了，因为讯息量已经太多了。好，最近你可能会有一些小桃花哦，就是有人会对你表达对你的喜欢和称赞，尤其工作上的哦。那你最近工作的效率不错，如果你在工作上的表现觉得得心应手的话，再加倍表现哦，应该会有更好的称赞，然后应该会有蛮好的奖励会出现。好，那就这样。好，这个小结论哈，这组牌我在看的时候没有花费我很多的心力去看啊，精神没有，主要是因为讯息非常淡，也非常少。然后来的讯息都处在一种朦胧不清晰的状态，很像在我非常很累的状态，或是我在打瞌睡的状态里面翻牌的时候得到讯息的那一种浓度。可是我现在这个状态，我的精神非常好，可是我还是得到这么薄弱的讯息，所以我抓不到，或是他没有给的很清晰。即便我翻这么多牌，
然后后来追问出才有一些小讯息哈，但是都再次证明，就是现在有一些状况，请你等一等，就这样。那当然啦，这个牌我还是可以再翻啦，可是在这个题目可能要再等2、3天这样，或是一整天的第一组牌我再重翻，我才会知道大概这一次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也没那必要了哈，因为它会这个讯息会在别组牌、别的题目的时候会有重复讯息会出现，所以你选到这一组2号牌的朋友，你大概就有个印象就好了，不用把它记着，因为讯息都很淡。那你在可能明后天或者下个礼拜的新的题目、别的题目里面，你在选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雷同的讯息出现的时候，那它可能讯息就组织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搭配到这个。那个时候你内在的直觉，你就会发现，你会发现是什么。那个只能在期待才知道，好吧？好，那这组就这样，这组就这样，讯息很少，那我们一样乐观的期待，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即将脱离单身好，来，我们来帮你找最靠近的能量最靠近的能量。来，我们来先从大的牌来看一下这个状况我们会翻2组啦，有的时候第一组跟第二组会搭不起来然后因为通常我在翻第二组的时候，第一组牌跟讯号已经大概都忘的差不多了我会尽可能把它连起来一起解释，可是有时候就忘了差不多，所以它可能给的讯息区块或是内容，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冲突，会不一样。你再照你的感受来吸收你会组织起来那个讯息的方向像上一组牌2号牌，对我来说是完全断掉的，完全不知道，完全找不到他们的原本的关联性，而且我对这个翻的已经完全忘光了有时候会有这个状况。好。你们的遇见会有一个正式的介绍然后它是一个朋友的聚会，可是跟工作有点关系。你们会在一个介绍里面认识了但是从这个能量上来说，我觉得那个风能量只把你们吹到遇见，但是没有把爱情或是有感情内在的能量吹起来。这个要等到后面，等下看后面有没有下一组牌再说。这里只说了遇见的状况但是没有确定已经有没有遇见了这样。然后，因为你们第一次见面的状况的内容其实还蛮严肃的，在讨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可能跟工作有关，或是解答其他朋友的疑难杂症之类的。然后你们2个都是参与的旁观者，不是主角，所以你们对彼此有很多的空间跟想象跟好奇心。然后第一次遇见的对谈也没有非常丰富，都比较淡，而是之后的在邀约，有点类似出去玩的状况的时候，才有比较亲近跟聊天内容的状况，可能要经过2次、3次才会有。所以第一次见面就只是初步的见面，而且非常淡，时间大概2-3小时，也没有非常长，它持续性不会非常长，而且你跟他都还有可能有晚到的状况后来才加入的状况有出现。这里是这样。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在收集资讯，还在判断彼此是谁的状况，但是对于彼此的喜好跟好感已经有确定了，有觉得这个人感觉不错，但是没有非常深刻的感觉在初次见面的状况。来，我再看后面。好，把这些先看这里。你们还有一点点能量的竞争感彼此我先说，你们2个要走到对彼此有喜欢，前面这段路会走一阵子会以一种朋友的状态，喜欢聊天，喜欢辩论，喜欢讨论的状态，前面当朋友一阵子，然后是喜欢的，是有快感的，是舒服的。也就是说，当你们认识之后，你们会有一个共同一群朋友，大概就3-4个这样子，然后会常常约出来，然后聊天这样。那你们2个的彼此的喜欢没有那么快生成，而是有很多的沟通跟概念上的交换、讨论、价值观的讨论之后，然后慢慢对彼此的在意会出来，然后才会发现说彼此内在的某些想法是契合的，而且是你渴望的，而且那个舒适感，我刚刚讲一个快感会慢慢出来。
然后它会在你们的对话里面，会在你心里一直常常在游荡，然后具体的显化成一种对对方的在意，这样，然后才慢慢的进入到水能量这里。所以我说前面它这个会走一段没有那么快。那你知道他那个爱情的能量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吗？当你开始羡慕其他人的爱情，或是对其他人的爱情故事有达到感动的时候，那个水能量在你这里激发之后，他才会跟你对这个人的在意做一个融合，你才会慢慢在下次跟他相处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自己是喜欢这个人，或是开始喜欢这个人。所以这个前期的节奏比较慢，它比较需要一个流动，它比较需要一个顺序过程。那你们以现在来说，应该不能说以现在来说啦，应该说你们遇见之后的那个现实就创造出来了，好，就这一条故事线就创造出来之后，你们每一次的相遇，每一次的对话都在做一个非常高级的调和，所以这个调和也在暗示说，其实你们可能擅长的东西，语言啊、背景啊、想法各方面，甚至国家、种族、语言、母语又有点不同，可是却产生一种很高度的连接。那我这边要说的不是说他是个外国人啦，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之间有一些本质上的差异是有存在的。可是，所以才会对彼此有这么多的对谈，然后好奇这样哦。你们不太像是同一个文化、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逻辑里教出来的、培养出来的人，你们是不同的。然后，所以才会用节制牌来做一个最基底的能量，让你们两个的相处变得很踏实。你们蛮喜欢之间的很多的交换的感觉，所以我才说会有很多的对谈嘛。好，来看着。好吧，那这张不要躲在这里，这个是最大的牌。哦，果然好。你们是内在心灵品质非常合适的两个人，灵魂各有彼此的优势。你们的遇见是为了要让彼此幸运值再更提高，品质再更提高的遇见，所以没有要让你们立即走到爱情是对的，因为你们先有别的任务要先做，先把彼此的内在品质、灵魂品质先提高到一个最好的位置，之后再恋爱也没有关系，本来就是这样，任务上是这样。那这边有一个可预见的未来的空间是你们两个要走进去的，所以你们的关系确实是有一个阶段的升华，所以他会走到爱情了哈。但是我先说这一组可能创造关系会比创造爱情更重要。我先说哈，但是爱情会被包在里面，可能性也很大了。如果你们两个渴望是变成恋人，也是可以。但是以关系的本质上，你们这次遇见的本质上来说，这份关系的连接、创造、跟陪伴、跟互相激励、互相提升，才是你们两个遇见的重要的课题。这一组，然后你们对于爱、彼此的爱、恋爱的爱的概念，会因为别的爱覆盖，其实你们会要更高的东西。爱情在你们的观念里，慢慢的会变成小情小爱，有就好了，不需要太拘泥。因为星星跟月亮的牌把你们的智慧带到更高远的地方。你们两个在接触的时候，爱情在你们彼此的关系里面会变得比较小，很重要、很需要，但是会变得比较小。你们会有生活上的、交流上的、陪伴上的对未来世界的探索的那一个爱跟信任，会超越爱情的爱这样。但不是代表说爱情爱就不存在了，是有存在了，只是它的能量已经没有那么强了。你们两个越来越接近之后，你们会进入自己的两个人的世界，然后你们会对世界的探索会很多，会越来越不想要待在同一个地点，你们会想要去看整个世界，会看更多，因为你们找到了终于可以一起去探险的旅伴了，人生的旅伴了然后你们会有很多新的冒险、新的挑战，会想要去上新的课，去学新的东西，想要去新的国家，想要去学新的语言，会有很多互相激励内在潜力的能量就开始跑出来了。在你们两个越来越熟的时候，它就越来越往上，这样。所以在这里看得出来，这两个灵魂的遇见好像是预定好的。要我们在下一组牌，我先翻那个灵魂的部分。好，好啦，是很合适的一组了哈，只是节奏比较慢就对了。好，我很急着想看后面
来，我们先把这个翻完。来，两个灵魂世界，两个心境。这个心境跟灵魂没有关系，而是你们现在的心境哈。两个心境的，我们来看看它图像给哪两个心境的相遇。哦，这是你们两个心境哈。看一下一天是什么时间啊？一年四季是哪个季节？然后在整个地貌上5大洲是哪一洲哈？你大概感觉一下。好，这个就给你们。这个是比较像是支援一些图像思考比较弱的朋友，然后帮你们建构一些图像出来。好，来，我们来进到重口味、重要的题目。先翻灵魂，这一题还蛮需要先翻你们两个灵魂的样子。来，先把这个。这里说哈，你们这一次的遇见确实是要探索更高级的灵魂价值跟提升。这一次的相遇是为了要互相帮忙走到新的境界，表示你们以前就遇过了，表示你们灵魂在以前的时空里面就遇过了，然后已经非常完善了，所以你们在遇到的时候相处就会非常融洽。所以在于你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到遇见的时候，即便想法概念上不同，可是还是处在一种很和睦、很舒服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你们内在灵魂就是很熟悉了哦。那你们这次的相遇会比以前相遇来说更在乎现实，不太在乎幻觉，比较不天马行空，比较在乎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培养跟实际生活，土能量变强很多。其实你们慢慢的会走到爱情的部分，可是你们两个人想要时常见面的能量，超越了爱情的能量，你们会很快变得很好的朋友，知心的好友，会谈论很多事情的好朋友。其实也可以立刻变成爱情，可是你们没有很在乎要不要变成爱情，因为你们的相处频率很高哈。那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已经是恋爱的恋人，你们也觉得无所谓，可以就可以，是就是这样。你们还有更多想要的东西是复合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小块这样。那还有一个点是，你们两个其实有蛮多的小辩论、小别扭、小纷争，可是不影响感情。但是你们就是很坚持自己的想法，可是你们又知道说彼此会聆听彼此很独断或是很独立的想法，然后沟通交换，你们很在乎这个交换哈，其实不会很影响啦。感情反而是升温的，只是对谈很多，内心的交换很多哈。无论是生活的经验，或是灵魂的感受的、感性的，都有很多。主要是你们这一组一遇到之后的那个倾听的能力就开放了，就觉醒了哈。好，这组先到这里来。把其他翻一下。其实我每次，你如果你常看哈，我每次翻这个牌阵，可是其实我下面压的意义每一次都不太，有的时候会换哈，只是我不会特别跟你们说，我只是在找那个连接性了。还没遇到，你们还离很远，然后你们会因为生活中某一个决定共同的目标，然后相遇。他可能是要去学一个课程，他可能要去某一个地方旅行，他可能是要去一个，反正你们最近有一个决定，跟你现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比较不一样。它是一个全新的探索的去那边，然后你们遇见，你们会在那一个异地、以现在跟不同的一个全新的空间里面相遇，但是现在你们真的还很远，因为那个决定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受影响。那个决定有可能是要去哪里旅行，可是我觉得会待在那个位置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觉得旅行大概7天15天那个都算短。它不像是去学一个课程，或是去哪里认识什么，或是去找一个额外的新工作，或是去做一个服务的工作，它会待在那个空间里面比较久，是以月为单位的。你们会在那里，然后会再遇见，然后这个决定会很大，比较大。好，
就是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但他也有可能，我打个比方，他有可能是去一个健身工作室，然后你去上课，你知道你要去上半年一个月，你就会在那边认识他，这是一种；还有可能是你想要去学一个新语言，然后你会常常去那个教室上课，然后会遇到这样子的东西哈。所以你说去外地旅游，我觉得他的时间不够长，他太短了，那个不适合去遇见，因为我觉得那一个新的位置有一个丰收，但是也有挑战。有丰收跟挑战，所以在挑战之后才有丰收的一个，所以它代表什么？它有学习的过程，所以我才会说什么运动啊什么那些的哈。那它当然有一个很小的性质是牺牲跟奉献的，所以它有可能是一个服务性质的。可是我觉得那一个的 render 太随机不够多，所以我现在能整合出来就是一种学习的状态。好，那现在这个想法在心中已经有了，就是可能就心里想说，哦，我想要去学日文，这想法已经有，可是一直还没有付诸行动。那是因为还没有看到一个扎实的点，跟一个很强有力的影响力，让你们决定要去。那你们现在都在这个思索里面，可是现在都还没有做决定，因为现在你们生活里还有很多的事情成为你们的负担，需要专注现在的工作或是学业。这些让你们觉得没有额外的时间再去努力这件事情，但是慢慢的就会化解，就会去了。那为什么会去开始化解会可以去？是因为你们有朋友也想去，所以跟着朋友一起去，懂吗？这不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他会在朋友之间发现说大家一起去，或是跟谁一起去这样。那这个朋友要跟你去，这个朋友还在浮现中，他还没有立即要出来，还要再等一下，还要再等一下。好，那这是现在这些讯息，我再翻一下别的。这组讯息比较清晰啦哈。如果你有好奇，你可以去看2号牌，2号牌的讯息非常弱，你就会看出来我在解到这个阶段的时候的节奏感差非常多。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比较一下。好，你们相遇的时间点跟空间还没有决定，现在都还没有决定。因为还没有出现那个方向感，他现在只有一个念想，内在人的一个念想跟那个想法而已。然后他会在什么时候跑出来？在你们生活或工作上突然发现碰壁，好像有需要，就像语言，可能你的客户他是从欧洲来的，需要学西班牙语，你就会觉得很想学，或是你有一个出差或什么，你去日本然后什么的，发现有很多基本的日文你需要知道，所以你回来的时候会被这个激发，所以你就觉得我要想学，会有这样子哦。我讲的是语言，当然它有包括在运动或是别的项目这样。好，然后目前你们两个相遇，跟那一个激励你们要去往一个新的东西开发自己的那一件事情正在酝酿中，表示什么？还没有发生。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个挑战要出现，然后你们经历了这个挑战之后，你才会激发出这一个新的远方的学习。这样，应该说我们来讲学日文好了。你内在曾经想过很多次我要学日文，因为旅游。可是他这一个挡住你们的这个挑战，是因为可能有日本的客户出现了，或是不知道什么概念，让你觉得好一定要先学到把基本的都学好，至少要这个起步。这个事情最大的推力还没有出现。但它正在酝酿中，因为它还在合理化中，它不会突然爆出来，它需要合理化中。好，这组需要很快了哈，来，一张就好了，因为只是问距离，你们现在的距离，还很远啦。他这边说，你们彼此生活里还必须要付出够多的劳动之后，才会有相遇的机会了哈。所以果然，你看这个学习，这个付出的劳动，去得到劳动有所收获之后，才会相遇哈。所以这不是最近的事情，这个好像还要好几个月哈。那来，这组讯号真的很快啊。其实这组朋友很需要翻恶魔，然后就是好奇。好啦，最近以现状来说，先专心体验你现在的生活，尤其工作方面的，它会给你很多很特别的启发，让你知道你下一个目标跟方向在哪里。那为何要这样提醒？因为你们的相遇很着重下一个目标跟方向的出现嘛。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有要共享，或是发现同一个方向，你们要去那里集合？
有没有？所以现在你先专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因为它正在酝酿你们下一个路径出来。然后下一个路径出来，那就表示后面有一个门要打开了。好，现在那个门还没有打开，它正在酝酿那个门的方向，让你们找到那个门。这样，那它这个对齐，然后对齐是比较未来式的，它必须有一个时间点连续到后面这样。然后以现阶段来说，这边多都说跟你说嘛，就是还没有出现，还没出现就对了哈。本来想说被拘泥准挡住，我觉得现在不是这个状况，它现在就是还没有出现。啊。哦，真符合。我刚刚说有一个，大概到天气热的时候，夏天的时候，那个跟你一起陪你一起去学习的那个朋友就出现了，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说是几月了，反正就天气转热的时候哈，反正就夏天啦。那差不多这边有说一个暗示，差不多你会认识这个人的时间点，差不多就是冬天年度转换附近。好，不一定只有认识，可能这里就认识了，然后你们会在那一个附近的时候，如果你已经认识到他的话，你们感情会开始变得比较升温，这样。所以照这个时间节奏来说，应该是这样子的路线哈，你期待一下，因为这个路线讲的还蛮清晰的，害我有点紧张。讲的这么清晰，好像就注定一定要发生，但是这样会让我们比较乐观的期待，然后要慢慢的经历。好，来，还有一个牌我翻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牌很清晰，什么都讲了。哦，这个是对你现在的生活的提醒哈。他说，你最近心情上好像有点左顾右盼的，难以决定方向哦。好，这件事情在这张牌的讯号来说，会拖慢你们相遇的时辰哦。记得要再更果断一点哈。然后这张牌通常给我告诉我说，不要听取太多人的意见，记得只要听取你觉得有智慧的人的意见就好了。那这个有智慧的人不是你最好的朋友，而是有智慧的人。如果他同一个人，当然是最好。我的意思是说，通常都是不同人，你要先学会辨识哪一个人是你身边比较有智慧的人哈。哦，既然这么摇，我先看远一点的，怎么会是这个牌？好，这两张牌都说你的思维哈，最近都有点太社会化了，要再更 pure 一点，要再更纯净一点，要再更儿童一点，要再更小学生小时候那种直觉一点哈。小时候你渴望某些东西，渴望某些方向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困难跟困苦，让自己却步嘛，你只是想要。这边有说，最近你在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里都想太多了，都用太多的经验法则了，都听取太多人的有用意见，但都分辨不出来哪些适合在自己身上。记得这是你最近的困境。好，那3号牌就这样。好，我觉得有些清晰的讯息该给你就给你，我就不多说了。好，好，来，我再看一个。你们两个现在的方向，我帮你看一下，就给多说的哈。反正你们现在也不会遇到嘛。好，就我帮你看一下，先帮你看一下他现在的状况。好，他现在在他的生活里面的一个困顿里面了。他现在的状况是非常混乱的，被某些事情、很多事情局限住。他现在非常需要祈求平衡，所以他现在对于爱情的渴望也很低落。但是他这个关卡过了，其实你们很雷同诶，有没有发现？
我刚说你们现在需要专注在你们自己身上，然后才会被某些事情激励，才会想要去开发自己全新的，才会走到那条路，对不对？这边也这样说，他现在也在那一个困境里，他在这困境里解决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想要去学习什么哈。来，这个是给你的，这里在告诉你说，你最近的困境里跟这里还蛮像的。这不是说你在东张西望，不太知道自己要决定什么。这里给了一个方针，他说你有些你觉得你努力很久的东西，那个才是你应该要得到的，因为你付出了很多的辛劳才要得到的。这边说这个是个盲点，有些属于你的东西，或是你该得到的东西，并不会只被定义在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这个概念里。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其他东西是你的好运跟你的天生的能力、天赋的能力，只要轻轻的做，就会得到更大的收获。他希望你的方向要转到那一个位置。他其实在讲说，专注一下你擅长的东西，会得到更大的收获，而不是局限在有多少努力、有多少收获这个概念里。他希望你转到另外一种比较偏向于你的天赋的东西，不然你会被困住在这一个矮板的时间轴里。哈，这边给的其实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里都在讲这件事情呢？可能你现在的现状了哈，你这个你要自己去想一下，因为3个讯号都有在讲这个事情。那我的连结是，我们刚刚前面说会有一个困境挑战，才会有一个想要去的学习的方向，那这个就是前面第一关。所以他给了一个解方，他可能希望你加速哦，所以这里给了一个暗示。3章都这样讲哈，你想一下，对于你现在的现况来说，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没事，没关系，那你就把这个想法先留着，因为它可能是等一下要发生，你就可以拿来用。那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里，现在就是一个好的讯息。也许这边说需要你去找一个有智慧的人，可能智慧就在这里，你想一下。好，那就这样吧。3号牌的朋友，我们就讲到这里。很简洁，该给的都给哈，没有什么起雾，没有什么很模糊的讯号，哇，我就直接都告诉你，你吸收一下，好，那先这样，那谢谢你来听哦，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它的出现，好，祝福你哦，谢谢你们来听。